阵风折戟处，霹雳破长空。数据链如铁，孤军似断鹏。万国排剑裂，北斗网出荣。莫问谁家气，东风压塞鸿。进来看中国的3代机如何吊打欧洲4代半战机。兄弟们，就在24小时前，南亚上空爆发了一场史诗级的空战。巴基斯坦用中国的导弹，把法国吹了数十年的欧洲最强战机打成了烟花秀。这可不是演习3架单价2.5亿美金的阵风战机被中国的歼十 C 给击落了，它的残骸照片全网疯传。更喜剧的是法国人现在比印度还慌，达索公司股价直接崩盘12%。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场让马克龙彻夜难眠的空中大戏。想象一下，当南亚战火燃起，印度与巴基斯坦在空中交锋的时候最先遭殃的竟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老牌大国法国。3架王牌阵风战机就这样被当场下了课，法军高层脸都绿了。法国这次亏到了姥姥家，原本想用阵风绑定印度对抗中国，结果自家招牌被中国导弹当广告牌打。要知道歼十 C 只是中国的3代战机，而阵风是欧洲独一档的4代半战机。说好的领先1代半去哪儿了？到了现在希腊、埃及看着这订单都开始犹豫，我要不要下单？所以这场法国军工股达索股价应声暴跌12%，而中国军工股应声起飞。这波下来，真所谓卖武器送棺材板，服务售后一条龙。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同志们，今天我来带你们揭开这场空战背后的真相。法国为何沦为炮灰？它的金字招牌又遭遇了哪些致命的弱点？且听我慢慢道来。治人先治天，胜于无形。孙子火攻有云：当你以为胜利就在手中，其实败局已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3架战机是如何在南亚高原上掉链子的。在近期南亚空战升级中巴基斯坦方面声称首次实战击落了印军空军的3架法制阵风战机，暴露出来非自主研发武器在关键时刻功能被削弱、技术跟进不足的致命弱点。与此同时巴方动用了中国自主研发并倾囊相授的歼十 C 战机，从电磁对抗到高海拔作战环境适应能力上的展现出的优势，从而成为了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对比不仅将屠龙刀落入小瘪三手里的比喻诠释得淋漓尽致，也为我们思考中国自主研发装备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从战机失利的根源、国际博弈视角到中国式启示，一一剖析这场印度4代半与中国3代战机较量中阵风战机到底输在了哪儿。印度采购的阵风战机号称全配版，虽为欧洲顶尖，但出于法国国家安全考量，有些功能早已被阉割了，技术跟进不足它的合同中对某些敏感电子战跟数据链功能都有所保留，导致真正上了战场对抗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电子战体系的时候失去了火眼金睛。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印度的阵风软件的迭代仍停留在2018年版，没有能及时获得法国方面最新的反制措施或优化补丁，致使它的机体性能无法在实战需求中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再加上南亚高原区域海拔超4000米，空气稀薄，使得阵风的 M88 引擎必须在更高的转速下维持推力输出，从而增加了故障率，也拖慢了攀升与机动速度，使得本就吃力的阵风在当地迎来了极限高原环境的挑战。结果当然就是频频掉链子，就连高原上的低温对高压系统与航电设备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夜战的时候温度骤降至零下20度，这低温环境对液压油粘度及电子元件可靠性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印度方面从来就没有进行充分的高原专项适配测试，直接导致战机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发生了系统卡屏与屏幕死机。除了这些还有操作训练实战、后勤与维护上的差距等等等等。连法国官方都不得不承认首架 EH 型号实战失败已成定局。看印度 R32这波战败不知道带来多大损失，但是法国可是跟着遭了大殃，直接损失甚至高于印度。下面咱们来看一看法国脸面对上了印度伤筋动骨，孰得孰失。印度这边不仅损失了战机，还丢失了战术信心跟后勤保障，
而法国那边则付出更大的代价。要知道，法国国防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2024年军火出口总额达到150亿欧元，占法国制造业总出口的12%。向印度出口正风不仅可以扩大生产规模，还能拉动国内就业与税收。这波下来，恐怕连后续订单都要生出了变数。而且法印间的军购合同包含了大量技术转让与维护条款。这次失利意味着法国很可能面临着巨额的赔偿跟合同重谈的风险。你知道照三哥这尿性，不搞你个180万180亿，能饶得了你？所以看下来还是马克龙这边了个洗把呀。话说回来，巴基斯坦的歼十 C 为何所向披靡？这歼十 C 是中国自主研发，对巴田的可是倾囊相授，开源无限制。你看歼十 C 集成了中国先进雷达与电子战系统，而且在使用上不受阉割条款限制，直接释放出全部的性能。再加上巴铁飞行员通过与中国的联合演训，深入掌握高原作战与电子战对抗技巧，战场反应更快，配合更默契，把技术跟人员深度融合以后，可不得吊打你吗？中国式骑士如何做到不战而屹立？中国自主研发，直接掌握着核心技术，从底层芯片到图层一体化。歼十 C 之所以能一飞而就，关键在于国产有源相控雷达 PL-15E 空导弹的联动，使其具备超距打击能力。而印度的阵风则缺少等效国产系统的深度定制。中国行自主研发 WS-10引擎与 M88 并行测试，模块化设计与本土化迭代，未来能根据不同战区环境快速更换推力单元。同时国产衍生涂层与复合材料也在不断的升级，减少了对外的依赖。再加上近年来对多域一体化的对抗演练，我军在塔里木高原、海南南横的多环境中开展空天电网综合演习，实战化训练，强化飞行员在复杂电磁环境中与高原海拔下的应急处置能力。通过云端、地面、机载一体化训练系统，飞行员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完成虚拟对抗，迅速获取战场态势感知与电子对抗经验。我军不只有了数据化训练与仿真支持，还更加注重飞行员实战技能与生存技能的训练，模拟极端环境下的全链路对抗，大幅度提升真实战斗力，从而保证屠龙刀装备在真正的绝世高手手中，而不是小瘪三的手中。印度多年来自诩大国，相信这波战败给他的经验是弥足轻重。以后少再当愿者上钩的买家，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中，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国产阵风，才是大国该有的王道。本期揭秘到此，你是否被一场小瘪三20屠龙刀的较量所震惊？法国4代半阵风为何输给了国产3代机？又该如何在未来避免高价买空壳的尴尬？欢迎在评论区抛出你的灵魂拷问。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